床頭放三樣嘢，招財又納福。邊3樣嘢啊？我話你知啦，第一樣係銅錢，咁即係滿身銅臭啫。喺呢個度招財啊！你屋企有冇銅錢呢？如果有嘅話，就好好保存佢啦，好值錢嘅。咁呢樣嘢係古時候嘅流通貨幣，咁依家就話用人仔，但係古時候嘅人就係用銅錢嚟買嘢噶啦。喺古代，如果呢個人有大量銅錢，即係講明佢好搭水啊。嗱，老一輩人認為床頭放銅錢就可以招財納福咁話，因為銅錢嘅諧音係通錢，寓意係財源滾滾來。嗱，古人經常講嘅腰纏萬貫，咁呢個萬貫指嘅就係1萬貫銅錢啦，即係話好有錢、好多錢咁解。咁喺古代為咗方便攜帶，所以就會用條繩穿起佢啦。其實喺古時候都已經有將銅錢擺喺枕頭底，又或者係床頭嘅習慣。我哋過年收嗰個壓歲錢就係咁演變過嚟噶啦。民間老百姓認為呢個銅錢唔單止可以帶嚟好運，仲可以趕走嗰啲邪氣，保平安、鎮宅咁話。但係點樣擺喺邊度，擺幾多先至好呢？係咪越多就越好呢？嗱，揀銅幣最好就係揀小五帝錢，即係上面刻住順治、嘉慶、雍正、乾隆、康熙呢5個皇帝在位嘅時候發行嘅貨幣，因為呢啲貨幣喺清朝先至流行起身嘅，距離現代嘅時間就比較近，比較容易揾得到。但係一定要係真幣，因為真幣先符合呢個美好嘅寓意啊嘛，唔好用假嘅，假嘅就唔係咁好啦。咁數量都好有講究嘅，嗱，一般就係3枚、5枚、18枚，用條紅繩通過中間個孔串起身，天圓地方，寓意係圓滿咁解。咁銅幣外圓內方，天人合一，其實放喺床頭，亦都喺度提醒緊我哋為人處世之道，做人要圓滑變通，但係個心就要堅持自己嘅原則，有自己嘅底線啦。咁唔知你屋企床頭有冇擺銅錢呢吓？咁第二樣又放咩呢？護老噶啦，有福啊有老，啱埋銅錢啊，喺個。知唔知點解要放葫蘆呢？因為葫蘆嘅普通話發音係虎魯福祿，有福又有祿，幾好聽啊！喺傳統文化入邊，葫蘆係象徵住吉祥幸福嘅寓意。咁唔同嘅人放葫蘆就有唔同嘅意思咯。嗱，譬如話老人家床頭放葫蘆係寓意健康長壽咁解，因為鐵拐你手上拎住嗰個葫蘆入邊係裝滿咗靈丹妙藥嘅，食咗之後就可以延年益壽咁話。咁如果兩公婆嘅床頭放葫蘆，寓意係子孫昌盛、多子多福、夫妻同心咁解。咁因為葫蘆嘅果實啊種子係好多噶嘛。嗱，學生哥床頭放葫蘆，寓意係學識淵博。咁古時候嘅人仲會將個葫蘆當禮物咁送俾啲官員嘅，因為葫蘆嘅形狀睇起身就好似一頂官帽咁。咁送葫蘆即係寓意祝福對方官運亨通、事業有成。所以呢個葫蘆喺古時候相當於一個吉祥物嚟嘅。但係揀葫蘆就好有講究啦。古人認為葫蘆嘅形狀越細就越尊貴，造型要圓潤先至好嘅。咁掛嘅時候要掛正，如果倒轉嚟掛嘅話就唔係咁美觀，唔係咁好睇啦。咁掛嘅時候可以用條紅繩系住佢，掛喺床頭或者放喺床頭櫃，放喺床頭櫃嘅側邊都可以嘅。咁唔知你屋企有冇掛葫蘆啦吓？咁第3樣又放咩呢？床頭櫃有冇放過床頭櫃啊？咁床頭櫃就唔係話依家先至有，古時候都已經有噶啦。咁古代女性出嫁嘅時候就會有床頭櫃，通常係2個噶。咁其實就係對新人嘅祝福，寓意係雙雙對對咁解。床頭櫃放1個或者係2個都得嘅，冇特殊規定。咁空間夠嘅話就放2個，寓意係雙雙對對。空間唔夠嘅話就放1個都可以。喺古人眼中，床頭櫃係好緊要，作用係好大嘅，因為可以擺好多嘢啊嘛。現代人嘅床頭櫃通常放咩呢？手機、眼鏡、錢包、鎖匙，一啲貴重嘅物品，又或者係啲私人物品，有人會放藥品都有嘅吓。咁古人嘅床頭櫃就會放一支蠟燭啦，寓意係照亮前方，前途一片光明咁解。床頭櫃都會有櫃桶噶嘛，亦都可以放好多噼里啪啦嘅嘢。咁呢一度就寓意可以招財納福、聚財咁話。咁呢個就係老祖宗留低嘅床頭放3物啦。
不過仲聽過有人話可以喺床頭放隻貔貅。嗱，貔貅喺神話傳說入邊係隻神獸嚟嘅，形象好似獅子咁樣，兇猛又威嚴，口好大嘅，但係冇屎忽，淨係識得食唔識得屙，只進不出。所以喺傳統文化入邊，嗱，貔貅就係寓意招財進寶咁解。又有辟邪避凶吸財嘅功能，所以喺農村好多老百姓都中意擺隻貔貅嘅擺件喺床頭嘅。咁當然呢啲都係民間老百姓想攞翻個好意頭，係對美好生活嘅一種向往寄託，一種係自我心理安慰嚟嘅啫。如果放咗落去，真係可以令到自己充滿信心，積極樂觀啲，固然之係好啦。但係都唔好盲目去相信啦，因為始終美好生活都係要靠自己雙手去創造噶嘛，係咪？好啦，到最後輪到你分享下，你嘅床頭係放乜嘢嘅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